所以今天我们最主要就是会讲解多一点，就是第一类签证，就是第7，还有数字游民就是第8，还有第2。最大分别就是黄金签证跟第一类签证最大的分别就是黄金签证你是不需要住在葡萄牙，就是每年7天或者每2年14天，然后其他全部第一类签证其实它都有一个居住要求，头2年不能离开葡萄牙超过8个月，然后最后3年也是不能离开葡萄牙8个月。然后投资要求就是黄金签证需要有50万欧的投资要求，然后其他的第一类签证就是没有投资要求，但是它没有收入要求或者取出要求。我们之后会慢慢的讲解一下那个每个要求，但是每一个途径，它最后都可以获得公民身份或者是永居身份的，然后每一个都是可以家人团聚。这个只是一个表格，大家就是看黄金签证和第一类签证的分别。什么是第一类签证？其实就是针对打算在葡萄牙停留12个月以上的人，因为我们除了第一类的话，还有一些1类啊，或者一些短期逗留，那个是可能是12个月以下那些签证。然后这些第一类签证都是可以获得临时居留证的，就是第一次发是2年，然后续签之后是3年，然后你在现在居住的国家可以申请到一个4个月的护照签证，我们可以之后讲解一下是那个流程是怎么样，然后到了葡萄牙之后就可以预约申请那个居留许可证。第一类签证我们刚刚提到最主要有3个，第一就是第7被动收入，那个是有譬如说租金、退休金或者是分红或者是利息之类的收入的人士，然后第8的话是一些就是 remote worker 数字游民，如果有一个工作合同，它不需要你，就是你可以远距离工作的就可以了。然后第2的话就是一个企业家或者过来做freelancer 或者是来开公司，然后其他的就是第1跟第3，它是一个工作签，第1就是普通的工作签，第3就是一个高 high skill 的，比如说高专业人士的工作签，可能是 IT 呀，可能是教授呀那一种，然后第4就是学生签。然后这些所有签证都允许申请人有家人陪同。我们说一说第7的签证，每一类这3个最多人办的签证，他们的资格是什么？第7至少有1个被动收入来源，然后每一个月的最低金额是870欧。这个你可以，譬如说有些客户有一些买一些有一些股票的分红或者怎么样，然后不是每一个月的，可以其实半年或看过去1年的那个收入来源。然后这个是每一个成人的家属的话要再加50%，然后每一个小孩家属就18岁以下的家属要加这个最低金额要加30%，然后取出就是主申请人起码有大概1万500欧，然后每一个成人家属要加50%，每一个小孩家属要加30%。这是第7签证，然后第8签证就是你有远端工作或者是自雇人士，也是最近3个月的平均收入在3480欧，然后取出也是跟第7一样，然后到第2签证的话，就是在葡萄牙开设公司，那个就是有一些业务计划要提交，然后那个出也是一模一样的，跟第7。所需要的文件就是需要你有效的护照、银行月结单，要看你的收入来源，然后有一个住宿证明。住宿证明就是说，提交签证的时候，你起码有一个12个月在葡萄牙的住宿证明。这个可以是你自己个人的房子，可以是租赁合同，有一些国家也可以说是你租酒店或者是 Airbnb。
这个12个月的证明。然后旅游医疗保险要有提供起码6个月的旅游医疗保险，它是有那个保险要有旅游还有医疗的2个部分组成。然后你所有16岁以上的家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然后家庭关系证明，比如说夫妇的话就是结婚证，小孩就是出生证，然后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被动收入，还有在葡萄牙如果是第2，你要开公司的话，在葡萄牙注册的公司，还有对这些。然后时间线是这样子，最主要我们会有一个，第一会有个咨询，看看最适合你的签证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帮你办理你的流程，可以收集。第一，最主要是收集你的文件，律师要看看你的文件，你所有收入来源，还有你的银行证明是否合资格。然后再要的话，就要看你的那个住宿证明、你的租赁合同呀，或者其他的。然后需要预约你的签证申请，我们有部分地区我们是可以，律师是可以帮你预约的这个。然后预约签证申请之后，其实我们就会准备你所有需要的文件，然后让你去那一天预约的那一天去领事馆提交文件。提交好文件之后，其实领事馆它会有60天，可能它60天之内，或者有些时候它会延迟一点点，或者60到90天之内，会收到你的决定。如果是审批准的话，就会获得一个签证，那个是在你的护照上面贴上一个临时的签证，就是有120天可以搬过来葡萄牙居住的签证。到你搬来葡萄牙之后，你就需要在这120天之内搬来葡萄牙，那个是2次出入境的签证。然后你搬来葡萄牙之后，就需要再准备一次你的居留文件，因为你收到第一个120天的签证的时候，应该还会同时间收到一个艾玛的预约，那个时候在那天你就需要提交你还提交一次你需要的文件，然后去打纸模、拍照，然后就是这个是最后一步。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其实你2、3个月之内就应该可以收到你的居留卡。我们的律师也会在那当天会陪同你去这个艾玛预约的。其实这个第一签证最主要的是，你拿了居留卡，其实就可以自由的进入申根区，然后可以在葡萄牙境外连续逗留6个月或者8个月，就是那个居留证期间。然后5年之后，其实是可以申请永居或者是公民身份。然后申请永居或者公民都需要有一个语言的证书或者是测验的结果，就通过了才可以申请永居或者是公民。如果还没通过，其实还可以继续的去续签你本来的那个签证。然后永居它也是有一个逗留要求，就是就是可以停，就是境外可以连续24个月在境外，或者是不连续不连续30个月，这个应该是5年，不是3年啊。好的，嗯。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通过认证的4步的途径。第一就是帮客户申请税号，然后开银行账户，因为其实这个是最基本的第一步，每一个客户都一定要有个税号才可以申请。然后大部分签证，除了D8的话，都需要有一个银行账户，但是D8我们也是尽量叫客户申请好，因为你越多的一个准备，你通过的成功率会越高。然后第2就是预约
VFS 或者领事馆，看看你那个地区审核的是哪一个，你可以去挑。然后第三就是文件的准备和审核，我们的内部律师会帮你准备或审核你所有的文件，比如说你的无犯罪记录，还有审核你的收入证明、银行证明，还有你的如果需要租赁合同，也要看那个租赁合同是不是合符标准，然后你的还有那个呃医疗保险、医疗旅游保险也会律师会看的，所有文件都先给律师先看一下，他已经知道这个是没问题的才去提交，然后你到了葡萄牙之后，律师会陪同你，最后一步就是去艾玛的那个预约，陪同你去打指纹，然后提交文件。我们再讲一遍，我们最主要是做葡萄牙移民，跟一般的中介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可能很多中介他们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移民方案，然后他们也未必是身处葡萄牙，因为我跟我的团队全都是在葡萄牙，然后所以我们对这方面其实是很了解，然后也是有很多联系。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黄金签证或者低签证，我们的成功率都是100%，然后我们的客户评分也是达到4.8。最主要我们跟别人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客户服务还有专业知识是我们比较客户认可的。所以每一个客户都会有他们的指定律师，还有客户经理去帮忙。然后，所有问题其实我们都是有清楚的指引，然后很透明的分享给客户，还有大家。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强大的当地联系，比如说你要税务律师，要银行，我们就都会有很好的关系。嗯。最后，其实如果大家需要看，因为我们网上还有很多的资料，你可以在这里扫描，然后去看我们的资料，然后也可以预约咨询一个单对单的一个咨询。好的，Esther 有没有一些问题？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那个 Q&A 下面发提问。Hello，Hello。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趁现在提问哦。就是不管是针对刚刚你们听到有没有想要了解更深入的，那不管是低签证，或者是刚刚Susanna有提到的 Golden Visa 的部分，就趁现在这个时间。这边有一个观众说，可以再具体讲解一下居住的要求吗？居住要求就是第一张卡是2年，所以第一张卡的时候你不能离开葡萄牙8个月，或者是连续6个月。所以基本上，然后第二张卡续签的时候是3年的卡，那3年的卡也是在3年之内不能离开葡萄牙，连续6个月或者不连续8个月，这就是这个居住要求。嗯。嗯，好，那还有人问到说，房租可以当做被动收入的证明吗？但是如果他还有房贷的情况下，可以，因为其实他不看你有没有房贷的，他只是看房租那个部分。对。好，那拿低期被动收入过去的话，那居住有工作权吗？有，就是提到一点，刚刚我们没有提到的，就是所有第七，所有这个第一签证你都有完全的工作权，就是它没有限制。然后就是第8也是，你可以在葡萄牙本地找工作，然后所有医疗，比如说你拿到卡之后就可以享用我们这边的医疗，还有比如说小孩的教育都可以享用的。
就没有问题，就是拿到那个签证之后就可以了。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逗留欧盟国家是拿到居留卡，还是取得了永居资格？其实如果你要搬过去其他欧盟国家，肯定就需要公民卡才可以搬过去住，要不然其实你那个居留卡在其他国家，比如说你要上学啊，比如说医疗啊，那个其实不太认可的。但是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出去玩。嗯，但是逗留的话，比如说你去了其他欧盟国家，比如说6个月，那会不会影响你那个逗留要求？那其实现在它是没有可以看到的，但是将来我们也不一定，因为他们说他们现在都会电子化，所以其实就因为如果永居的话，也是不能在欧盟那边住，是要公民才可以。但永居当然你就可以在外面逗留的时间可以长一点，因为你不需要一直住在葡萄牙。嗯。那这边有说，如果针对被动收入是从其他贷款来的，也只看收入而已嘛？这边因为他没有看你，譬如说你这个收入那笔钱，譬如说你去做投资，这笔钱是不是贷款而来，你就不需要提供。譬如说你的如果是租收租的收入，它只是看你的租赁合同，然后然后就是你那个银行流水。嗯。好，那请问一定要会葡萄牙文吗？申请D7的话，就第一签证的话就不需要，但是如果要公民或者是入籍成为永居或者是入籍，就需要有一个A2的考试合格，或者是你上那个语言课也可以。如果你来到葡萄牙的话，其实这边也有些语言课你可以上认可的语言课，又或者是一些网上的语言课，葡萄牙语的语言课也可以上的。那请问被动收入必须是欧元的吗？其他的货币是不是也可以纳入？可以，没有问题，只是相对来说是同一个等价就可以了。嗯。那申请公民和申请永居是不是基本条件一样？那只是差在原本的国家允不允许双重国籍？是差不多。其实永居跟公民对他们的要求是差不多。然后如果你原生的国家不允许双重国籍，其实客户就可能会选择永居，要不然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选择入籍拿公民。对。那如果主动收入超过被动收入会有问题吗？不明白主动收入超他过被。的意思应该是他有一份正职的工作，他还有一份被动的收入。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误。如果有理解错误的话，那你们在留言，然后纠正我们。他这里应该是说，他除了有被动收入之外，他还有其他的收入吧？没有问题。因为如果你譬如说申请D7的话，他只看你的被动收入，他不会看你还有工作，你的工作还是多少就不会看。然后如果你是数字游民的话，他就只看你那个 freelance 的那个工作那个收入。嗯。那所以这边指的是工作权，指的是跟当地居民一样的求职条件，还对。是受雇公司需要申请工作证？不需要，这3个其实第7还有那个第8还有第2都不需要在这里有一个工作合同，因为工作合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第1和第7就是工作签，但是这3个是不需要有呃葡萄牙工作合同，但是第一你是和第三。可以。
对，但是你可以在这里工作，没有跟本地人一样的，就不需要再额外拿什么签证呀，额外有什么要求啊，就不需要拿，就是拿你的居留证，你就可以，没有限制。那这边有问说，当地的业主是不是会出租给没有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呢？可以的，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业主都会愿意。这个要看看你们找的那个住所的业主要跟他谈，那他也有可能因为你不是没有居留证，所以他可能会要求更高的那些那个 deposit 或者是预付那个租金。对。那另外就是有关被动收入的话，他们在问说，葡萄牙的政府会持续的抽查吗？比如说他们要申请第二次 renew 展期的话，因为有可能续签的时候就可能会要再提供一次。以前刚刚就是过去，因为疫情啊，然后还有很多的累积下来的个案，所以之前很多它是自动续签，也没有特别要求你再提供很多的那个文件。但是将来的话，比如说你现在申请2年之后，我们不保证他会不会问你再提交。好，那如果是在自己国家开公司，就等于是他是自雇者的话，那这样算是主动还是被动收入？那可以做D8的，就是数位游民的人士，那个不是被动收入，那个是主动收入。对，它不能算是被动收入，除非你那个公司是有分红给你，就是分红是可以作为被动收入，但是工资是不能作为被动收入的。想拿公民的话，是指拿低签证5年后申请 PR，然后要再5年才申请公民，共10年吗？不是，5年之后就直接可以申请公民。嗯。但是因为你5年之后申请公民，其中一个条件就是需要你有一个有效的居留卡，所以5年之后你还是需要续或者续签你现有的签证，或者是申请一个永居，但是是同时间可以申请永居和公民。可以同时间申请，就不需要等你申请好永居再申请入籍，是不需要的。那同居伴侣算家属吗？可以，只是需要2年一起，过去2年是可以证明你们住在一起的。那这个证明的话，可能是你们租赁合同，如果可以有2个人的名字或者其他文件可以证明到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开始申请签证，初次申请签证的时候，还没有到葡萄牙的话，怎么样去租房子呢？要远端租，对，可以，譬如说，我们也有一些房间可以供给我们自己的客人去做一个租，然后我们也可以帮你介绍你到其他的譬如说我们认识的一些开发商，或者是他们是property management，就是他们是管理房子的，他们可能有一些在里斯本或里斯本附近有可能100多200套的房子，你可以介绍给你去租，但是就是可能要跟他们约，或者是做一个视频的看房，对。又或者租一个比较灵活一点，你可以过来，就是过来之后就取消，然后再找一个你喜欢的房子。那所有的申请文件都需要葡萄牙文吗？不需要。其实你申请的文件当地语言已经可以了，就是你居住的当地语言或者是英文。
那房租通常有没有一个费用的一个区间？有很大区别，所以要看你是想找一房还是多少，然后是不是城市里面，是不是里斯本首都或者是其他，几百到几千都可，一个月都可以的，对。那这是目前所有的我，OK。这边有说语言能力怎么样平衡，是不是需要考试？因为刚刚说了要有一个 A2 级别的考试要通过，或者是一个读书也可以，读到 A2级别的也可以，A2就是初级嘛，但是还是需要有可以适当的就有一些基础的基本的认知，对。这边有说同居办理的房屋契约是跟房东签约就好，还是需要律师公证的那种才算？其实看你那边是不是当地有一个正式的租赁合同，对，每一个国家可能有一些国家你的租赁合同要刮到那个政府里面，然后政府要有一个，譬如说印花税的那种，嗯。数字游民签证120天里面，如果已经办好了，税号、NIF 跟银行卡，可以离开以后再回去拿居住证吗？它可以给你2次出入境的，就是那120天，我不太明白那个是不是120天之内啊？对，那个如果如果就是苏珊娜有回答到你的问题的话，那如果他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的话，可不可以麻烦你再就是稍微详述一下，就是你的这个问题的重点是你希望可以在120天内再离境吗？那这个样子，还是说你是想要延后再入境的一个部分？对，那没有 NIF 可以租房子吗？不行，一定要有 NIF，要不然根本打不了那个合同。嗯，所有你在葡萄牙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肯定先要有那个 NIF 的。嗯，里斯本的生活费跟租金高吗？生活费应该不高，还可以吧？是不是 Esther？你觉得呢？看跟哪里比，就是我觉得生活费倒还好，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每一天去外面餐厅吃饭的话，但是对，我觉得租租金，金可能有点贵，如果尤其在里斯本。嗯对，所以就看你们的收入来自于哪里，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相对的。嗯，对。好，那有说为什么D8的薪水要求比D7的被动高这么多呢？这个我也不知道。第8的其实他可能是想吸引一些就是高收入的自由工作者，然后第7的可能就是我也觉得第7的被动收入其实他定的非常低，对，我也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有调教，会调高，会再调高，但是他现在定的被动收入就是我们葡萄牙的最低工资，嗯，但是我不太明白，政府是怎么样去就是研究这个不同类别的签证，嗯。所以现在其实第7的是，我觉得如果是欧盟区，可能都是第7的要求是比较低的，嗯，那数字游民的签证可以在葡萄牙找工作吗？也可以，因为其实他真的，你拿了那个卡之后，你可以过来找工作，真的可以。然后你可以之后，譬如说 renew 的话，你可以从第7变成其他的
或者D8变成其他的D类签证都可以的。那有人问说，哎，我们是香港的公司吗？有没有在香港有办事处？我们在香港有公司，但是没有办事处。我们最主要是在葡萄牙有公司，然后葡萄牙有办事处，然后 Esther 跟我们所有其他的同事都是在葡萄牙。现在为止，那一开始会需要住在里斯本附近，或者是里斯本的市区去政府办理事情吗？还是其他城市也可以？比如说像 Porto 这边。都可以的，不需要一定要，因为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那个政府部门。嗯。那被动收入证明需要证明多久的一个期间才，就是我们被动收入要提交多长的那样子的一个证最近明才？三个月，最近最近三三个月。，OK。第一期签证的存款只要求10,440欧元是没错的吗？对，但是如果你有家属的话，会再加，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但是有一些Esther，我们也有一些客户，譬如说他要想开银行账户，如果有一些比较容易开的银行，他银行里面会有要求你再放多一点钱在里面。对。基本上，因为第期的签证，除了要有证明我们有足够的储蓄收入之外，还有就是这边会要求在葡萄牙开银行的一个账户。那只是为了要达到这两个需求的话，银行的要求会最起码希望你存入3万的欧元。所以以第期签证来说。嗯。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刚刚还要回复，刚刚我们在120天内，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在120天内完成了 NIF 跟银行卡，但是还没有拿到居住证，可以先离开再回去拿居住证吗？NIF 跟银行账户，其实你在提交之前已经要拿到了，这个不是在你来之后才拿的，是第一步。第一步，你开始申请，你就是领事馆提交文件之前，你应该已经有了。然后你是说，譬如说你打指纹，你去打了指纹之后，然后还没拿到卡，你就要走。然后进来的话，如果因为你没有拿到卡的话，进来的话，如果你的护照需要签证，你就再需要拿一个签证，因为你不能拿，就是如果你的护照需要签证的话，你就要拿一个申根签证进来。嗯，除非那除非我们将那个卡，你拿到卡，然后有人可以送过去给你，你就可以用那个卡入境。我们再看一看，数字游民在拿到居住证前可以在当地工作吗？不能，你没有拿到你的居民身份的话，其实是不能在当地工作的。嗯。我可以只在申请前3个月有被动收入就好，申请之后就没有被动收入，可以吗？肯定你再来打子模的时候，你还要提交你的被动收入的证明，就是你拿到120天的那个签证，嗯，然后你打子模的时候，他还要你提供前3个月的签证。嗯。然后就是律师费、文件公证费，其实我们的费用已经包含了文件的公证费用。如果是葡萄牙的那个公证费，不是你们本地国家的一些公证费，譬如说良民证，可能你需要去做认证的那个费用，我们是不包括。但是其他的在葡萄牙需要的文件公证，我们已经包括了。嗯，在120天你去拿居住证时，还需要重新看银行存款吗？应该会要看的，就是你打字模的时候就要再看你的银行
就是你之前需要提交的那些金额，现在也是需要提交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做 NHR？那个 NHR 其实是一个税务优惠的，必须要你前5年没有在葡萄牙成为续居民，然后是有一些特定的工种，譬如说是公司的director，或者是一些 IT 的人才，或者是一些它有一个 list，就是一整个表，哪一种工作类的人才可以拿到最新的 NHR，因为现在之前的那个 NHR 已经取消，现在说是 NHR 的2.0。这个最主要的，因为我们不是税务律师，所以我们可以介绍税务律师给你，然后你来到之后就看看能不能，他可以帮你去申请，然后因为所有 NHR 都需要申请的。第7、第8的取出都需要在葡萄牙银行开户存入，对吗？对，如果他要求的那个15000欧的那个储出，就是需要你来到葡萄牙的银行账户，然后3万就是银行的。如果你需要有比较容易开的那家银行，它的门槛其实就是3万欧。医疗保险可以当地买吗？医疗保险一定要有一个旅游的成分，所以不是在葡萄牙买当地的，就是本地的医疗保险，一定要有一个旅游成分的，所以就是医疗加旅游的成分。我们这个可以再看看你们本地有什么保险可以买，之后可以帮你去就是咨询。哎，Esther 又回来了，你刚刚掉线了，听到我吗听到我吗？Esther，他又掉线了。哦，好，183天居住要求是从哪一天开始算？我们居住要求不是183天，我们是呃，我们是从你拿卡的那一天，那卡开始算2年，2年之内不能离开里斯本8个月，或者连续6个月，所以平均来说，每一年要在葡萄牙待8个月。但是你说是183天，就是你住满183天，就是从1月1号到12月31号住满183天的话，你就可以声明自己是本地的续居民。哎，Esther 回来了。不好意思，我刚刚断线了，突然。好，那这边有问题，就是说1万必须存入当地的银行，3万存在境外的银行，是吗？是3万是存在本地葡萄牙银行，因为是银行的要求，他才帮你开户，要不然的话要去其他银行开，那也是比较慢。基本上就是D7的话，它会以葡萄牙的要求是10440欧是政府的规定，但是如果你想要在没有任何居留卡的情况下呢，就要在葡萄牙开成账户的话呢，银行的额外要求是你要在葡萄牙这个银行存3万的欧元的一个部分。那这边另外一个问题是说，HSBC Premium 的全球账户可以算是葡萄牙银行存入存款证明吗？存款证明，就是应该是那个那个1万多的。对，基本上如果一定要的话，就是律师是有说可以去提交申请看看，但通常会建议说，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会需要在葡萄牙开一个银行账户，对，因为这样才能够可以显示，其实你想要来这边居住的这个样子的一个
的一个欲望，还有你是不是真的非常想要在这边居住的一个部分。嗯，好，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申请 NIF 用的地址可以是一个邮箱吗？邮箱地址就是那个 PO Box 的那些，好嗯像不行哦，好像嗯，不是不，这个没有尝试过，但尝试。对，如果你们想要试试的话，也是可以。对，那海外公司派息需要征税吗？就是对，如果你过来住的话，你是税居民，那其实海外的收入都需要报税，然后应该是需要缴税的，要看看你那个海外的国家跟葡萄牙有没有那个 double tax treaty 的那个，对，住在欧盟境内也算住在葡萄牙吗？不算，对，葡萄牙就是葡萄牙国家境内，欧盟境内其实不算。现在可能他还没有可以查到你是不是在葡萄牙或者西班牙，但是将来我们也不担保，然后我们就建议客人是尽量就是根据他的要求，这是目前所有的问题。好了，是不是？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对，谢谢 Esther。嗯，然后对，如果大家还有需要我们帮忙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嗯，好，那有问题的话再私讯我们，联系 Susanna。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好的，谢谢，嗯。再见，拜拜。